最近我总觉得家里多了一个人。起初我觉得是我的职业病在作祟，直到某天凌晨，无意间垂眸一瞥，一双漆黑狂热的眼珠藏在床底，正死死地盯着我。深夜12点，我卸完妆，略显疲惫地走出卫生间，冷风从没关紧的窗缝里吹过，带来些许寒意。我抱紧手臂，心里有些疑惑。回家后我明明关紧了门窗，现在又怎么会打开？难道是进贼了？这个念头浮现的瞬间，忽然外头客厅传来轻微的摩擦声，我浑身一抖，冷汗瞬间冒出，脸庞也变得毫无血色。这些诡异的动静又开始了。半个月前，我搬进了这座单身公寓，原以为能过上梦想的生活，谁成想我的周围怪事不断，莫名其妙坏掉的吊灯，凌晨睡梦中听见的轻微脚步声，落在身上冰冷又黏腻的隐约视线。我怀疑家里多了一个人，这惊悚的念头让我的神经绷得很紧，导致工作时的状态也特别差。此刻头顶灯光闪烁，在昏暗幽静的公寓内，这道忽明忽暗的光线显得十分诡异。因为拍摄录制实在忙碌，我一直没有空叫人来修吊灯，如今后悔也来不及了。心中的不安感越发严重，我匆忙扭过头，不敢再看身后景象，一路慌张地逃进了卧室。卧室门被用力关上，我捂住胸口，灯都没来得及开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努力平复狂跳的心脏。床头柜上正在充电的手机亮着令我心安的屏幕光，我忍住恐惧，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，心惊胆战了好一会儿，门外的摩擦声好像忽然消失了。我坐在地上，终于缓缓吐出一口气，幸好我没有按照以往的习惯将手机放在客厅充电。这个念头闪电般将庆幸的我劈将在原地。充电时，我的手机明明是关机锁屏状态，可此刻手机屏幕却一直亮着微弱的光芒，它分明已经被人解了锁。我腾的一下从地上站起，谁解锁了我的手机？这一刻，家里肯定进人了，这种恐惧感疯狂席卷了我。我哆哆嗦嗦拿起手机给经纪人老韩发了信息。就在此时，寂静的空气中忽然传来一道微弱的喘息，是属于男人的喘息声。我的动作猛地滞在原地，黑暗中我对上了两只漆黑阴沉的眼珠，那双眼睛布满血丝，此刻正瞪成一个夸张的弧度，死死地盯着我。他竟然就藏在我的床底下。我眼睁睁地看着男人冲我森然一笑，然后慢慢地将硕大的身躯从床底挤出。安静的卧室里充斥着男人费力的喘息声，在我惊恐万分的瞳孔中，男人狂热无比地朝我扑来。小贝，小贝，我爱你，小贝，和我在一起吧！我惊恐的尖叫，用力攥住了门旁边的衣架，用尽全力砸向男人的额头。他瞬间跪倒在地，发出一声杀猪般的痛喊。男人朝我怒吼：陆小贝，你这个贱人！我的眼泪不知何时已布满脸庞，疯了般打开卧室门，拼命往外逃。之前我就听过私生饭的传闻，没想到这么疯狂恐怖。幽暗狭窄的走廊此刻格外的长，头顶的吊灯不断忽闪。寂静的公寓里，只有我急促的呼吸和男人气急败坏的叫骂。这座公寓地处偏僻城郊，平时鲜少有人来，求救根本没有用。不要脸的贱人，你给我站住！给我站住！身后男人激动扭曲的声音越来越近，我咬紧牙关，死死盯着近在咫尺的大门，屏住呼吸，奋力向前一跃，企图握住公寓门把手。我握住了，眼里猛然绽放出巨大惊喜。只是还没来得及将大门彻底拉开，下一秒，我的头皮一阵剧痛，男人毫不留情地抓住了我的头发。我忍不住惨叫一声，身体被强制拖回公寓，眼睁睁地看着打开一丝缝隙的大门离我越来越远。救命！救救我！我泪流满面，不肯放弃的大声呼救。男人格外恼怒，一脸狰狞恐怖。贱人，还敢叫！他喘着粗气，扬手就是响亮的一巴掌，火辣辣的触感从脸上蔓延开，剧烈的痛苦让我瞬间失声。这就对了。男人咧开嘴笑了起来。小贝真乖呀！我剧烈颤抖着，男人神经质地抚摸着我的脸颊。和我在一起吧，小贝。他声音阴冷而黏腻。你放心，谁也没办法拆散我们。男人冰冷的左手落在我的睡衣领口，我惊恐万分地瞪大泪眼。随着衣物裂开的声响，男人的脸剧烈耸动，目光兴奋且痴迷，下一秒就要把头凑过来。这一刻，我终于崩溃地痛哭出声：谁来救救我！忽然，猛地传来一声巨响，大门被打开了，肥硕的男人被人强行从我身上拉开，随后被来人一脚踹在肚子上，哼唧了2声没了下文。我蹲在墙边止不住的哭泣，一件西装搭在我的身上，是我的经纪人老韩。他不停地安慰我说一切都过去了。后经调查得知，这个男人一直是我的私生饭，阴差阳错的被他找到了我现在的住址，于是就有了这次事情的发生。这件事给我的影响很大，我一直沉浸在极度的恐惧中，迟迟无法走出来。就在我紧盯女人的下一步举动时，她的身后竟然冒出了一个人影。我对上了那双梦中出现血红的眼睛，吓得浑身都在战栗。王泽伸手挡住了我的眼睛，只听到耳边传来一声女人的尖叫。我清楚地知晓女人接下去的命运，但是我们帮不了她。
鲜血喷溅在了镜子上，我下意识地捂住耳朵，试图隔绝那恶心的响动。直到一声闷响传来，我才睁开眼，重新看向镜子。只见镜子里出现了一个身着雨衣的男人，裹得严严实实的，是他把丧尸打倒了。没过一会儿，他摘下了雨帽，我这才看清了他的脸，瞬间眼泪涌了出来。那是一个我日思夜想的人，曾经我一度以为他已经死了。我轻呼一声，完全没有意识到镜子里的他根本听不见，也可能是哥哥感应到了什么。他突然看向了镜子，微微笑了笑。我激动得死死拽住王泽。王泽，我哥他终于回来了。可王泽却是一脸惊恐。你怎么了？你快看镜子。听王泽这么一说，我立马回过头，只见哥哥已经走出了门外，而倒在镜子前的丧尸又晃晃悠悠地站了起来。不好，我哥他一定还在楼上。我死死咬住嘴唇，快速冲到了地下室入口，听着上面的动静变得嘈杂起来。哥哥很有可能正在遭遇他们的攻击。王泽从地下室找来了2根铁棍，记得一定要先保护好你自己。不知是想到马上要见到哥哥，还是要面对丧尸，我的心跳越来越快。哥！我鼓起勇气朝攻击哥哥的丧尸冲了过去，一棍子重重地敲在了丧尸的脑袋上。别打死，还有一个。哥哥的声音听上去有些喘，但我并没有多想，还以为是他一路赶来，过于疲惫导致的。哥，真的是你终于回来了！与哥哥重聚的喜悦冲淡了我的恐惧。当心，那个女人刚尸变不久。哥哥刚说完，我便听到了那女人刺耳的尖叫声。我下意识地拿出手电筒一照，突然一道身影从空调后窜了出来。关键时刻，哥哥一把将我推开，与那丧尸扭打在一起。只见他双手死死按住丧尸，朝王泽的方向喊：动手！王泽冲上前朝那女丧尸抬起了手，看到她倒下，屋内才终于重新安静下来。你怎么这个时候突然回来了？黑暗中，我听到王泽开了口：因为有样东西要交给你们。哥哥还在不停地喘息，看着哥哥状态不对，我担心地问道：哥，你没事吧？实验室的泄漏到现在已经造成了大面积的感染。哥哥边喘气边说着，汗已经浸湿了他的额头。王泽一眼不眨地看着他：你被感染了？哥哥没有接话，只见他艰难地从口袋里拿出了半张纸和一瓶药递给了王泽。这是研制成功的解毒血清，还有半张配方，你要根据这支血清和配方来研制大剂量的解毒剂，这样就可以挽救这座城市了。我看到哥哥的皮肤开始发紫，眼睛瞟到他手上的解毒剂。哥，你不能把这个先给你自己用吗？如果没有这个的话，即使拿到全部的配方也做不出来。哥哥气喘吁吁地看着我，又笑了笑。没事儿，我相信你一个人也可以好好活着。另外的半张配方就被我藏在地下室床底的盒子里，盒子的密码是你的生日。哥哥当初之所以要把配方分成2部分，就是为了防止被一些心存歹念的人偷去制造恐慌。婷婷，别哭，如果成功的话，我们还会……我看着哥哥的样子，似乎快撑不住了，话都没说完，便用尽力气推开了我，冲出了屋子，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我和王泽按照他的指示，在地下室的床底找到了那个盒子，并用我的生日解开了密码，看着里面放着半张配方，这样王泽就可以着手制作足够的血清来解决这一切了。深夜，我被一阵细碎的脚步声惊醒，我恐惧地畏缩在床上，一颗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我清楚地记得睡前已经将店里门窗锁好了，那屋外的到底是谁？我下意识地想要开灯，可当我的手触碰到开关时，突然反应过来，如果外面的人知道我住在店里，会不会闯进屋子里对我下手？与此同时，一束光从窗外映了进来，我瞬间屏住呼吸，死死捂住嘴巴，整个人不停地瑟瑟发抖。好在没过一会儿，那束光就消失了。我小心翼翼地翻找着手机准备报警，却发现手机已经黑屏，这才想到昨晚回来的太晚，忘记给手机充电了。悲催的是，充电器放在了外面的收银台上，我急得眼泪都要流了出来，该怎么办才好？大厅里的脚步声越来越清晰，还伴随着细细碎碎翻东西的声音，声音一点一点地敲打在我的心上。我鼓起勇气，蹑手蹑脚地下了床，因为害怕外面的人听到动静，连拖鞋也没敢穿，小心翼翼地掀开玻璃窗的帘子，观察着外面的情况。漆黑的大厅，一个身影正站在收银台前翻找着，嘴里一直在嘟嘟囔囔，可能是收银台里的零钱比较少。他愤怒地用力关上抽屉，吓得我一个哆嗦。猛然间，我突然想起卧室的房门没有反锁，我咬紧嘴唇，悄悄地走到了门口，小心翼翼地扭动着门锁，没想到还是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动。糟了！下一秒，哒哒的脚步声再次响起，而且越来越近，他朝卧室走来了。我的心跳再次加快，恐惧和紧张的感觉让我几乎窒息。
突然，门把手被他来回拧了2下，多亏我反锁了门，他并没有拧开。嘎吱嘎吱的声音仿佛砸在我的心上，我用力捂住胸口，眼泪不停地往下掉。接连不断的撞击声响起，我的魂都差点吓没了。巨大的响动让我毛骨悚然，我甚至能感觉到门板的碎屑落在脸上。在我以为他下一秒就会破开门的时候，声音却戛然而止。短暂的手机震动声响起，似乎是他身上的。他好像迟疑了几秒，才响起了渐行渐远的脚步声。就在我准备松一口气时，脚步声竟然又返回了。只是这一次，他并没有再靠近卧室。门外响起了一阵打砸声，没几分钟便没了声响。一阵漫长的等待，我悄悄掀开了帘子往外望去，在确认他确实离开之后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。警察赶到时，我依旧没有从恐惧中走出来，说话依旧哆哆嗦嗦。看到店里被砸了一团乱，我泪流满面。警察同志，会不会弄错了？我平时对他很好的，他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情呢？他是这一代的拾荒者，我记得他第一次来我店里要吃的时，不停地哀求我，我见他可怜，就给他煮了一碗面。那时的他冲我连连道谢。此后的日子里，他总是来店里讨要食物，我也从来没让他跑空过。渐渐的，他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落脚点，每天都来吃饭，而且还自来熟的把店里的废品据为己有。他的做法让我心里很不舒服，可是考虑到他身世可怜，就默认了他的行为。前天因为家里突发急事，着急关店门的我便把他拒之门外，但我也没想到这件事竟然让他怀恨在心。如果你突然收到了陌生人的求救短信，你会怎么办？一连串的短信提示因在寂静的夜里突兀地响起，我随手看了一眼手机，竟然是个陌生号码。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我就在马己小区 A 幢1201，我被我老公囚禁了，他往死里打我，拜托你救救我。面对这一连串诡异的求救短信，我一脸的莫名其妙，稍加思索后，冷汗一下子冒了出来。我家就是 A 幢1201，可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，哪有什么被囚禁的女人？多亏我平日里胆子大，否则肯定会被吓哭。尽管有些发慌，我依然在心里安慰自己，肯定是有人在恶作剧。直到那女孩说出了出租屋的陈设和布局，以及墙上的划痕和涂鸦时，我真的怕了，心就像打鼓一样砰砰作响。她说她就在这里，难道我遇到了阿飘？我下意识的想要逃离这个恐怖的地方，可他接下来的短信让我更加匪夷所思。拜托你别不理我，我才26岁，如果你不救我，我肯定活不过这个端午节。现在是正月，新年才过不久，哪里来的端午节？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如果他是阿飘，完全可以直接对我下手，没必要大半夜给我发这么多条消息交涉。我犹豫了许久，终于回复了一句：你到底在哪儿？我就在大衣橱里。女孩的话让我毛骨悚然，我心虚地盯着距离自己不足2米的衣橱，因为白天我才刚搬进这个房子，衣服都还没来得及收拾，所以衣橱一直没打开过。我咽了口口水，生怕下一秒有人推门而出。深呼吸2下后，我蹑手蹑脚地走向了衣橱，猛地拉开门，里面空荡荡的。我敲了几下衣橱的内壁，甚至还喊了几声，根本没人应答。被耍了。我不满地嘀咕了一句，女孩的求救短信依然对我狂轰滥炸，仿佛我不救她，她马上就会死掉一样。我有些急了，再次来到衣橱前，借着手机灯光，我竟然看到木质的衣橱上有指甲的抓痕，上面还斑斑血迹，从颜色看，似乎已经很久了。女孩的求救信息依旧在发，我甚至能感觉她的无助和焦急。突然，我发现衣橱下有个暗格，用力拉开后，里面有一个破旧的笔记本。我小心翼翼地打开，上面有星星点点的血点和被泪水淹过的痕迹。这是一本破损的日记，主人名叫苏玉，日记记录着苏玉被男友囚禁的每一天，页面残缺不全，不过可以看出记录的时间是前年。我粗略地看了几眼，最后一页的内容让我目瞪口呆。今天老公的朋友来家里做客，喝了酒的他大发善心，给了我一部没有卡的老款手机，让我玩游戏解闷。我知道时日不多了，心里怕得要命，根本没心情玩游戏。就在刚刚，这部手机上突然多出一个陌生号码，我激动不已，尝试着拨打号码求救，可惜没有卡，根本拨不通。我异想天开地发了消息，竟然发了出去。日记的记录时间是2021年6月13日10时21分，日期恰好是端午节的前一天。难道是2年前的苏玉在向我求救？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为了验证我的猜测，我大胆地回了一条消息：你是苏玉？我是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。你那里的时间是2021年6月13日。是，拜托你一定要救救我，我不想死，求你了。别怕，我一定会救你的，相信我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放下手机的刹那，我惊奇地发现日记最后一页又多了一行字：谢天谢地，他竟然答应救我了。这种匪夷所思的事竟然真让我遇到了。
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电脑，搜索马吉小区端午凶杀案的相关消息，可惜内容寥寥无几，并没有价值的线索。我很着急，多迟疑1秒，那个时空的苏玉就多一分危险。于是我拨通了房东电话，听到我问端午凶杀案的事情后，房东的语气都变了，紧张又惊愕。没有的事情，你别胡说八道。我只是想问一些细节，你如果不说，我就把你这房子是凶宅的事情捅出去，说你欺负我们外地人。我直截了当地说。房东架不住我的疯狂追问，只好开了口。前年端午的事情，大约是白天8、9点钟。听到这话，我的心猛地一颤，那个时空的苏玉生命已经进入了倒计时。我也够倒霉的，刚把房子租给他们不久，就出了这种事儿。女人的老公平日里待人很和善，没想到那么残忍。听警察说，女人喝了牛奶直接昏迷了，随后就被杀害了。房东的话让我毛骨悚然，我的目光不自觉地瞟向衣橱，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凶手抓到了吗？你是说她老公吗？自杀了。挂了电话，我觉得周围冷飕飕的，浑身都是鸡皮疙瘩。这个地方太过恐怖，我1分钟也待不下去了。就在我准备坐电梯下楼的刹那，我看到对面1202门板上有2道被利刃砍过的痕迹，突兀又诡异，我吓得差点喊出声，连滚带爬地钻进了电梯。等到我到了酒店时，浑身都是冷汗，我颤抖着双手把苏玉老公杀人的时间和方式告诉了他。我还在网上查了一些逃生的细节，也一五一十地发给他。我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他，可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。等了很久，苏玉也没有回复。就在我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时，手机突然响了起来。我第一次觉得闺蜜这么可怕。我和闺蜜合租了一个老旧的小区，小区破旧斑驳，楼梯里连照明都没有，每次加班回来都觉得阴森森的，很瘆人。房间里的摆设也很陈旧，好在房租很便宜。我们俩特别爱缩在客厅看恐怖片，在恐怖片的衬托下，房间竟然也透着阴森的气息，就连温度都比平时低。第2天，闺蜜却突发奇想，打算测试一下电影中的情节。她找来一只碗，里面放了生小米和清水。如果屋里有鬼的话，这些东西就会被吃掉。说完，我们就出门上班了。一整天我都心神不宁，不停地想着碗里的米到底会如何。下班后，我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家，第一时间去查看那只碗。还好里面的东西并没有少，但不知为什么，我的心里竟然有些失望。此时闺蜜的房间关着，里面放着音乐，我就去卫生间冲凉。结果洗着洗着，我无意间往门口看了一眼，就看见闺蜜脸贴着玻璃门冲着我傻笑，我吓了一跳。你神经病吧？闺蜜并没有理会我的愤怒，依旧站在那里冲我傻笑。这下我彻底火了，冲着她大骂了几句，然后赌气地拉上浴帘。等我洗完澡，闺蜜已经不见了。可就在我刚准备刷牙时，手机突然震动了起来。我拿起手机一看，竟然是闺蜜打来的。我感觉有些莫名其妙，推开闺蜜房间的门。你都在家，给我打什么电话呀？可闺蜜好像睡着了，没有任何回应。我心想，会不会是她的手机丢了，有人捡到电话找失主？于是我赶忙接起了电话。哎，我在买奶茶，要不要给你带一杯？我瞬间毛骨悚然，因为电话里的声音正是闺蜜。我身体突然不受控制地颤抖了起来，好半天才找到了自己的声音。你别开这种玩笑，你不是在床上躺着吗？说什么呢？我马上到家了。说完，电话便挂断了。我的头上已经渗出了冷汗，脑子里也突然想到了一个细节：刚刚我去看碗里的东西虽然没有少，可在我端起来时，它分明是热的，里面的小米已经熟了。想到这里，我的脸色煞白，悄悄往床上看去，躺在床上的人却不见了。我尖叫着拔腿逃了出去，正好碰到闺蜜拎着奶茶回来。我把刚才的经历告诉了她，她也被吓得不轻。这个房子是不敢住了，我们连夜搬了新家。好在后来没有再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，但我永远也忘不了这段回忆。如果每到半夜你都能听到门外有奇怪的敲门声，你会怎么办？周五晚上，我很早就睡了，但由于我睡眠很浅，再加上房子隔音效果也很差，半睡半醒之间，我就一直听到外面有人在不停地上下楼，脚步声非常有节奏，从2楼上到我住的3楼，停了有10几秒钟，然后再上到4楼，到了4楼，脚步声会突然消失，但是没过一会儿，那个人就会再下来，就这样来回的走动。我心里有点害怕，但想了想，那个人毕竟是在外面，我门都锁了，他就算有什么企图也一定进不来。我不断地安慰着自己。此时我已经毫无睡意，躺在床上一直听着外面的动静，那个脚步声持续了将近有1个小时。就在我几乎快要崩溃的时候，外面的脚步声突然停止了。还没等我缓一口气，门外传来了一阵敲门声，我吓得一下子坐了起来，汗毛直立，犹豫了半晌。我悄悄打开了卧室的门，望着门口，竖起了耳朵仔细听了听，直到发现他敲的是对面的门，我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对面都没人住，那人敲一会儿就走了吧？
就这样，我一直站在卧室门口等着外面的人走掉，僵持了10分钟，这个敲门声依然没有停止，而且每次拍门间隔的时间几乎都一样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已经是凌晨2点。我挠了挠头，如果再这样敲下去，我就不用睡了。嘟囔间，我鼓起勇气走到了门口，趴在猫眼上看了过去，只见一个身穿黑长裙的女人站在对面，伸着手不停地在拍打着门，她的姿势非常僵硬。我隐约觉得这女人身上有一个地方很奇怪，但是具体哪个地方我又说不上来。就在我疑惑的时候，那个女人终于停止了敲门，再仔细看时，人已经消失在了楼道。我悬着的心放了下来，终于走了，这下应该可以好好睡觉了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第二天晚上，昨天的脚步声再次响起。没过一会儿，那个女人又开始敲门，又一次被半夜吵醒的我特别生气。一看手机，又是凌晨2点，我皱了皱眉。要是每天晚上都这样，那以后就别想睡个安稳觉了。我冲到了门口，隔着门对女人喊道：“大半夜的还让不让人睡觉？”喊过以后，我就趴在猫眼上观察着外面的情况。那个女人就像没听到一样，依然还在敲着门。这女人怎么回事？没睡好的烦躁感突然压过了心底的恐惧，心一横，我直接打开了门。你要再敲门，我现在就报警，你这属于扰民，知道吗？说完以后，那个女人确实不再敲门，但依旧没有说话，甚至没有转身，只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在这短短10几秒间，我仔细地观察了一下这个女人，穿的衣服没有问题，头发和脚也没有问题，但是她的手臂却很奇怪，明明衣服没有袖子，但整条手臂却是黑色的。想到这里，我突然后悔自己的莽撞，恐惧席卷了我的神经，我赶紧伸手想要把门关上，但就在关门的时候，女人突然转过身，咧着嘴就朝着我扑了过来，还伸出一只手想要把住我的门。我害怕的浑身颤抖，咬紧牙关，用最快的速度有惊无险的把门给关上了。关上以后就马上反锁了门，这个女人也没了动静。我瘫坐在地上，吓得面色苍白，我不知道她是已经走了还是站在外面，我不敢去看猫眼。缓了一会儿后，我拿出手机就赶紧报了警。警察来了以后，女人已经不见了。录完笔录后，警察就走了。折腾了一夜，我都没有再睡着，这得亏今天也不上班。早上8点左右，就在我准备补觉的时候，电话突然响了起来，是房东。他大早上的打我电话干什么？按了接听键，就听到房东抱怨的声音：“哎呀，小心啊，这点事儿你咋就报警了呢？”啊？什么事儿啊？一宿没睡，我脑子都有些懵，反应过来才知道他说的是那个女人。听房东说了之后，我才知道我的对面以前住着一对夫妻，后来男人在外面认识了一个女人，而这个女人也不知道男方已经结婚。没过多久，这件事就被男人的老婆发现。这男人老婆也是挺狠的，直接拿了一瓶硫酸就找到女人的家里，最后的结果可想而知，男方的老婆被抓走，而女人面部毁容，重度烧伤，又被男方抛弃。后来就精神失常，隔三差五的去找男方，但是没想到的是男方早已经搬走，没了音讯。你见到我的巧克力了吗？朦胧之中，我听到一个声音在问我，什么巧克力啊？我迷迷糊糊地回应了一句，此言一出，其余的人瞬间如临大敌，而我也骤然清醒，绝对不可以回答他关于巧克力的任何问题。我是一名职业的理疗护理师，通常是护理一些久卧病床的老人或者残疾人。那天经理跟我讲，有一个护理地点急需人手，工资还是现在的3倍，但有要求是在那边住5天。我听到丰厚的薪酬后，不免有些动心，便想继续询问具体的护理情况。因为是紧急调度，经理只知道需要身体素质好、话比较少的人，具体的护理内容去了才知道。一番思索后，我便答应了下来。等我到地方的时候，已经快到晚上了。一个身材壮硕的胖女人正在门口等我。当我拿着行李走近她时，她也在上下打量着我，眼神中有些许古怪的神色。沉默片刻，她才终于对我说起了这次的工作内容。我们的工作内容非常简单，什么都不需要做，就是在这5天里去陪护一个病人就可以。病人的名字她也不知道，大家都管她叫巧克力姐。随后又强调着说，这个外号只能心里知道，不能说出来。另外啊，你在护理期间做什么都可以，但是就是不能提巧克力这个词，并且如果病人问你关于巧克力相关的问题，你也千万不要回答，就当做没听见就好。总之要忽略这个词，不然就会出很大的风险。我听得云里雾里，具体什么情况也搞不清楚，但我来这也就是为了赚钱，再怎么煎熬也只有5天，应该很快就能过去，于是我就答应下来。走进屋里后，我就感觉到另类的恐惧。这个房子从外面看很普通，然而从大门关上的那一刻，我就发现不对劲了。大门的里面是用钢条封起来的，
并且房间的地板和墙面上都贴满了厚厚的海绵，整个房间就是被海绵包裹了起来。我的随身物品也是锁在了一种铁皮柜子里面，并且柜子是被焊接在了地上。随后胖女人说，如果你需要任何东西的话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帮你从柜子里拿。一瞬间我整个人傻了，我从没见过哪个病房是这种样式的，心里也一阵犯嘀咕。随后我就跟他往里走着。房子的布局很简单，但凡经过的地方都是就海绵包裹着，一个家具都没有。当我走到客厅的时候，客厅里还有和我一样的其他的3个护工，除此之外的是一个类似钢制的餐桌，并且餐桌的桌腿都是用很多的螺丝固定在了地上，包括周围的凳子也是一样。桌子对面还有一个电视，电视是镶嵌在墙里面的。就在我疑惑间，那胖女人突然打个噤声的手势，并示意我看向后侧方的门，那里是一间卧室，里面住着的就是我们这次的护理对象。一定要记住我交代给你的话。胖女人小声地叮嘱一句。没过一会儿，从卧室里走出来了一个瘦小的女人，没有穿鞋，除了脸色略微苍白，她看上去和常人别无二致。但我能明显地感觉到，我身边的其他护理工有些不自在了。我也学着其他人的样子，微笑着冲着她。女人并没有说话，就站在门口看着我们。于是其他几个就散开了，坐在客厅里的各个角落。我也没办法，便也找个角落坐了下来。一时间房间内寂静无声。这个病人没一会儿就进了屋子，再也没出来过。就这样过了2天，我们这些人无聊了就躺在地上睡觉，起来就在屋子里走动一下，可以说是十分轻松了。只是不管是什么情况下，我们必须保证2个人是清醒的，而且这里的厨房也是被铁栅栏锁起来的，每次吃饭的时间都有专人送餐过来，再由胖女人拿到房间里面，并且吃饭时也不能用任何工具，只能用手抓着吃。直到这天，这个病人突然开始主动的和我们说话，都是正常的交流，但我能感觉得出来，其他人都是在尽可能的避免同这个病人说话。同时，我还发现病人经常会来问他们关于巧克力的问题。你见到我的巧克力了吗？你喜不喜欢吃巧克力呀？但是每当这个病人提及关于巧克力的问题，其余的人就表现得像没听见一样。由于我是新的护理，病人跟我并不是很熟，所以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找我说话，直到他再次进了屋子，我们又开始变得无所事事，打了个哈欠，我就想着靠在角落里眯一会儿。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我突然被人摇醒，朦胧之中听到一个声音在问我，你见到我的巧克力了吗？那时的我并不清醒，便迷迷糊糊地回应了一句，什么巧克力啊？此言一出，其余的人瞬间如临大敌，而我也骤然清醒，绝对不可以回答他关于巧克力的任何问题。我突然想起了女人的警告，可一切都晚了。我看到那女人跪在我身边喃喃自语，我的巧克力，为什么要讲我的巧克力？我只是想吃巧克力。我也明显能感觉不对劲了，因为他自言自语的语速越来越快了，语调也越来越沉重，就好像面前这个人被上身了一样。慢慢的从姿态到语调跟之前完全截然不同。还没等我反应过来的时候，我就看见其余的几人一瞬间冲到他旁边，把他控制了起来。胖女人也示意自己去拿镇定剂，我真的是愣在了原地。但下一秒我逐渐明白大家为什么会这么紧张。眼前的女人逐渐变得狂躁了起来，嘴里的嘶吼声音就像是动物的吼叫，明显能感觉到旁边的人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都在试图控制住这个瘦小的女人。就在这时，挣扎中的女人抬头便看向了我，这一瞬间让我毛骨悚然，因为她脸上的表情已经彻底扭曲了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。这时的她仿佛变了一个人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她掐着其中一人的脖子，将他整个人甩了出去，剩下2个人根本就控制不住她。女人似乎还想掀起固定在地上的桌子，我虽然很害怕，但此时也不得不出手了，于是硬着头皮冲上去。当我真的接触到女人的皮肤时，我明显地感觉到她的皮肤烫得吓人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原来这是个要命的差事。直到胖女人将镇定剂打入她的体内，我们才松了口气，幸好周围都是海绵，那个被扔出去的同伴才没有受伤，不然我恐怕会更加的自责。在他昏睡的这段时间里，护工们看到我似乎还没从惊慌中走出来，这才叹了口气，为我讲述了女人的故事。她的家庭原本是一家4口，弟弟总会不由分说地抢夺他喜欢的东西，但是父母也总是会袒护弟弟，反而转头就指责他。看着自己喜欢的东西一次又一次地被抢走，看着弟弟每一次得逞之后的笑容，女孩变得越来越无法忍受。直到有一天，愤怒的她在一次巧克力争抢中失手将弟弟推下楼梯，导致他意外身亡。这场意外给当年幼小的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，弟弟死前的模样更是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。他也一直在父母的指责和内心的愧疚中慢慢长大。
种种复杂的情愫导致他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。他只要一听到巧克力就会变得很狂躁，而被他分裂出的人格就是他那生前的弟弟。但好在他发病的时间比较固定，所以每年在弟弟去世前后的时间，他都会把自己关起来找专人看护。为了在发病期间不伤害任何人，他特地嘱咐了把家里全部重新整修了一遍。听完整个故事，我心里不免有一丝酸楚。眼前的这个女孩有着如此悲惨的遭遇，也许她并不是在发疯，她只是因为自责，所以想用另一种方式尝试着让弟弟活下去。5天后，我也顺利完成了任务。临走的时候，女人还站在门口目送着我们，看着她瘦小的身影，不免也会让人心疼。希望她能早日康复。如果你忽然有一种不好的感觉，就是说不上来，但感觉很奇怪，那你就得小心了，因为人的第六感有时候是非常准的。今天是我们的3周年纪念日，男友竟然忘得一干二净。晚上我生气的和他吵了起来，赌气的收拾好了行李，就准备去附近的旅馆居住。登记的时候已经是半夜，前台只留了一盏昏黄的灯光，是一个看着很和蔼的阿姨。她看着我的身份证，小姑娘，你是本地的，都这么晚了，怎么不回家啊？她可能是出于关心，但总让我感觉怪怪的。出于警惕，我并没有和她多说什么。拿到房卡后，我坐着电梯上了楼，楼道里很暗，给我一种不踏实的感觉。快步走进房间，锁好房门后，丢下行李就躺在了床上，拿出手机想看看那狗男人有没有找我，结果发现他一条信息也没发给我。我心里又气又委屈，看来他真是不在乎我。就不担心这么晚我出什么事吗？狗男人，这次我绝对不先低头。想着想着，我越发委屈。房间里的座机突然响了，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，吓得我一激灵。我迟疑了一下，接起电话。姑娘，我是楼下前台的，真是不好意思啊。是这样的，我想起来你屋里的花洒坏了，没办法洗澡，要不我给你换个房间吧。阿姨带着特别抱歉的语气。我看了看时间，已经是凌晨1点30分，于是对阿姨说：不用麻烦了，我在家里已经洗过了。那怎么可以？阿姨突然拔高了声音，她过激的反应让我觉得莫名其妙。挂断电话后，我的思绪变得清晰一些。花洒是旅馆的基础设施，按道理说应该每天检查，难道是阿姨故意把我安排在这个房间？她是不是有什么目的？我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很多恐怖的画面，心里拔凉拔凉的，不断安慰自己可能是想多了。躺在床上，我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正在我胡思乱想时，敲门声突兀的响起，我心里一惊，下意识地问了一句：谁啊？姑娘，你的身份证落在前台了，我给你拿来了，麻烦你把门开一下。听了阿姨的话，我赶紧打开了包，发现身份证真的不在。这就来。我答应着跳下了床，快步走到门口，趴在猫眼上向走廊望去。那个前台阿姨一个人站在门外，我的神经稍微放松一些。可就在我准备开门时，听到了一声低沉的咳嗽声，我确信这声音是一个男人发出来的。直觉告诉我门外肯定有问题。阿姨，外面就你自己吗？我故作平静地问。对，就我自己，你赶紧开门吧。他焦急的应答，让我感觉更不对劲。我太困了，身份证先放前台吧，我男朋友一会儿来找我，待会儿你给他就可以了。许久，外面终于陷入了安静，可我的心却迟迟没办法平静下来。这个旅店一定有问题，必须赶紧离开这里。我蹑手蹑脚地下了楼，探出头往前台看去，没看到人。我暗暗松了一口气，刚想往大门口走，就听到有声音从门口传来。我望了过去，只见一辆破旧的面包车停在店门口，那个前台阿姨站在门口，正和司机小声议论着什么。她的神色凌厉，和之前和蔼的形象判若两人。我的心里一阵发毛，大气都不敢喘。突然，他们望向了我这边，我立马将头缩了回去，全身汗毛直立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个时候最好不要被他们发现。我害怕电梯声会引起他们的注意，便选择走楼梯。两腿发软的我，手脚并用才爬到了3楼，汗水早将我的衣服打透。就在我打算从安全出口回房间时，却看到有2个彪形大汉守在我的门口。我攥着手机，悄悄缩回了头，突想起前几天在新闻上看到的年轻女孩无故失踪的案件。此时我特别后悔为什么要离家出走。我深吸口气，再次往楼上走去。我缩在4楼的楼梯墙角，颤颤巍巍给男朋友发微信：小帅，救我！我怀疑他们有人要害我。我看到有4个人，顺手给他分享了定位。唯一庆幸的是，这狗男人还没有拉黑我。发完消息之后，我又向墙角缩了缩，仿佛过了1个世纪那么漫长。我感觉我身上的汗都快干了时，听到了电梯响动，有人下去了，估计是门口那2个人看等不到人就走了。我依旧不敢出声。没过多久，我再次听到电梯的声音，随后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：小冉，我到了3楼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告诉他我在4楼楼梯口。没过一会儿，脚步声传来，我看到了男友的脸。此时的我完全顾不得之前的争吵，紧紧抱住了男友。我刚刚看了一下，楼下没什么异常，我们回家吧。
过了好几天，我都没有从那晚的经历中缓过神来，一直都以为自己是被迫害妄想症，直到这条新闻的出现。昨晚在麻吉市某小区附近旅馆破获一起贩卖人口案，抓捕 N 名人员。看到这条新闻，我顿时冷汗直下。虽然照片模糊，但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我那晚入住的酒店。男友也是一阵后怕，后悔那天让我出去。如果那晚我真的和他们正面碰撞到了，那真的难以想象会发生什么。我感觉当时差点就没命了。事情的起因是因为我点了一份外卖，那天我和往常一样，在总吃的那家外卖店下了单，随后便窝在沙发上，一边刷着手机，一边等着外卖。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，门外便响起了敲门声。外卖。因为实在太饿了，我迫不及待地起身去开门，把门缓缓打开了一条缝，透过门缝看到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外卖员，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，然后就赶紧挪开。那一瞬间让人感觉挺不舒服的。您好，您的外卖。他透过门缝把餐递了过来，我小声地说了句谢谢后便接过了外卖，随手就关上了门。在检查完外卖小票和封口贴后，便开始聚精会神地拆着包装。然而就在这会儿，敲门声又突然响了起来，因为没啥心理准备，就被吓得一个机灵。随后我不悦地大声喊道：谁呀？不好意思啊，刚刚有一瓶赠送的饮料忘记给你了。听到还是刚才那个外卖员的声音，我也微微松了口气。来了。门再次被我打开了一条缝，接过了饮料。然而就在我接过的瞬间，手上传来的感觉让我明显意识到重量的异常。我又仔细看下了瓶口，明显是已经被人开过的痕迹。我顿时起了警觉之心，第一时间我就想赶紧把门关上。可就在这时，一股强劲的力道从手上传来，我还来不及反应的时候，一个人影也瞬间闪了出来。我惊慌的如同冷水浇身，本能的大喊起来：你干嘛？别过来！我大声的呵斥着，想借此把他吓走，可他对我的话充耳不闻，依旧蛮横的想冲进屋子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大声的冲着楼道外喊着，希望能引起周围邻居的注意，泪水溢满了眼眶。此时的我害怕极了，由于力量的悬殊，我眼睁睁看着他闯了进来，随后又看到他从身后掏出了一把刀。我咽了咽口水，慢慢往后退着。你想干什么？要钱还是什么？我颤抖着冲他大喊。一阵轻笑声传来，面前的门正在缓缓关上，我瞬间如坠冰窖，门如果被彻底关上，我就死定了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你在干什么？一道声音从门口传出，顺着视线望去，竟然是隔壁的邻居大哥，泪水早已经溢满了脸。听到这声音，他似乎也慌了，顿时冲出了屋子，仓皇逃走。后来在邻居的协助下，我们报了警，警察很快根据我们提供的信息把他逮住了。但这件事让我至今心有余悸，所以不要随意给陌生人开门，一定要记住，不管是外卖还是快递，确定带他离开后再去拿取。你是住在12楼吧？我上来找你玩一会儿，可以吗？半夜，一条陌生号码发来的消息把我吵醒。当我看到消息的那一刻，浑身都冒出了冷汗。我跳下床，赤脚冲到了大门口，再三确认已经反锁的大门，忐忑不安地掏出手机回了消息。你是谁？然而正在我准备伸手去开灯的时候，一条消息再次发了过来。我那天看见你了，见面你不就认识了？你一个人在家吧？看到这，我突然意识到什么，开灯的手直接停在了半空，心里像打鼓似的咚咚直跳，脑子也快速检索着我认识的朋友。没有谁会大晚上这么无聊的跟我开玩笑。我抑制住内心的恐惧，回复了消息。你是谁？怎么会有我的手机号？我死死盯着屏幕，在寂静的黑暗里，仿佛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。可不可以上来嘛？我就在楼下，冷得很。看到他无赖似的口气，我再次确认了下紧锁的大门，心里的恐惧也消散了不少，厌恶至极的回复：请男人滚哪儿，谢谢。而他接下来的回复还是让我心生胆寒：半夜绝对偷进你屋，12楼左边那个门，谢谢。现在可以100%确认我被人恶意盯上了。用不用我现在就报警把你带走？当我这条消息发出去之后，想着他如果再有骚扰的意图，我就直接报警了。可是过了很久都没有再收到任何短信，他应该是听到我要报警后知难而退了。我顿时松了口气，但这件事依旧让我久久无法入眠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正在我迷迷糊糊间，我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了轻微的响动，顿时清醒了过来，真的有人在开我家的门。我浑身颤抖，满是突然起来的寒劲。为了确认我没有听错，我赶忙打开了门口的可视门铃，只见可视门铃下一个戴着黑色帽子的男人正低头，好像在撬我家的门锁。我脑子闪过各种应对的方法，安全起见，也为了不和他正面冲突，我起身赶忙锁住了卧室的门，身体死死抵在门上，以最快的速度打电话报了警，并且联系了小区的保安。得亏当时住进来前，我特地留了保安的电话，就是为了防患于未然。看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我一直微微喘着粗气来平复自己内心的恐惧，仔细的听着门外的动静，祈祷着警察和保安能够尽快到来。突然咔嚓一声，门被打开了，我顿时汗毛直立，手死死地握住了门把手。你干什么？
一道粗犷的声音从门外传来，随即便是一阵喧嚣，直到听到外面有人说：“李小姐，你出来吧，现在已经安全了。”这熟悉的声音正是小区的保安王哥。我悄悄打开一条门缝，看着门外站着几名保安以及被按在墙上的歹徒时，我才终于松了口气，眼眶突然的湿润了。直到后来警察来了把歹徒抓走后，我才知道原来是我在去楼下扔垃圾的时候被他盯上了，里面快递和外卖盒子上的联系电话和地址暴露了我的信息，这才让他有机可乘。所以朋友们，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有警惕之心，不要觉得无所谓便随手暴露了自己的信息。如果你莫名其妙觉得哪里不对，请相信自己的直觉，那一定是有问题。那天本想着在家对面的商场里随便逛逛，然而就在我刚走进商场没多久，一个长相清纯的女孩就迎面朝我走来。看着她笑容满面的样子，我也不好意思地对她笑笑以示礼貌。殊不知正是因为我这一笑，似乎让女孩找到了突破口。只见她一脸谄媚的样子凑了过来：“女士你好，我是楼上美容店的，现在我们店里正在做活动，可以为你免费做一次皮肤保养，有兴趣了解一下吗？”出于对推销行业的抵触，我几乎想都没想就拒绝了女孩。但是我的不悦并没有让女孩放弃，她干脆直接挽起我的胳膊，装作很亲密的样子，嘴里还一直喋喋不休：“姐，你可以先跟我去店里看看，了解一下，不耽误时间的。”虽然女孩的举动让我心生厌恶，但我还是尽量保持着微笑，耐心地告诉她我不需要。或许是感受到了我的不悦，女孩突然转过脸，楚楚可怜地对我说：“姐，我刚毕业，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工作，你就当帮帮我吧。”听她这么一说，我收回了正要迈开的脚步，看着面前这个对陌生人低声下气的小女孩，而且在这人来人往的商场里到处都有监控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一软，便跟着她走到了电梯前。在等待电梯的过程中，我突然有了一种不安的感觉，鬼使神差地问了女孩一个问题：“你们家店叫什么名字？”女孩几乎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：“进电梯了，我再跟你讲。”就一瞬间，那种不安感更加强烈。我蹙了蹙眉，在我的一再要求下，她最后还是说出了店名。当着她的面，我装作若无其事地拿出手机悄悄查了一下，然而不查不知道，看着手机上查无此店的信息，我心底一片冰凉。这里根本没有女孩口中所说的那家理发店。事情发展到这里，我如梦初醒般看向女孩，此时女孩已经走进电梯里了，她用一只手按着电梯的开门键，拼命招呼我赶紧进去。看着眼前这个人畜无害的女孩，我整个人只感觉浑身汗毛倒立，头皮发麻。看我愣在原地半天没有反应，女孩忍不住再次催促道：“快跟我走啊，小姐姐！”说完，她还朝我眨了一下眼睛，看着女孩微微上扬的嘴角，仿佛周围所有的一切都变得扭曲了，就连她脸上甜美的笑容此刻也显得越来越狰狞。我努力让自己保持冷静，对她说：“我不跟你去了，突然有点急事儿。”然而还没等我把话说完，那女孩突然一改之前热情奔放的态度，用犀利的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，同时阴森森地开口道：“姐姐，你是害怕了吗？这里可是商场啊！”说完，女孩竟然放下了按着开门键的手，看着缓缓关上的电梯门。一时间，我根本无法从深深的恐惧中解脱出来。只要一想到女孩最后那抹意味深长的笑容，我的双手就会不自觉地颤抖起来。如果不是因为我多嘴问了那个问题，如果当时我没有多个心眼用手机查信息，如果我就这么跟她进了电梯，这么多的如果加起来让我细思极恐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以恶意去揣测陌生人，不是善良不值钱，而是人心难猜测。你真的有仔细看过自己的照片吗？奇怪了，我发现最近对面总有一个人往我家里望，还时不时冲我这边招手。他不会是变态吧？因为加班太晚，我刚回到家就收到了闺蜜的消息。她这个人一直大大咧咧的，我真担心她会出什么事。我立马甩了个视频过去，看到闺蜜嬉皮笑脸的表情，我顿时没了好气。你没开玩笑吧？到底咋回事啊？她看到我的表情很严肃，顿时也收敛了起来，随后便仔细与我说了一遍经过。这几天她每次准备拉窗帘的时候，都会看到对面阳台上站着一个奇怪的男人，而今天那个男人甚至还朝她挥了挥手，嘴里似乎还在嘀咕着什么。但也有可能是我想多了。是确实有点奇怪，那个人还在那吗？应该吧，我给你看一眼啊。顺着镜头的翻转，画面最终锁定在了闺蜜所说的阳台，可阳台上并没有人。哎，他不在那儿。我皱了皱眉，安慰着她可能确实是想多了。然而就在这时，闺蜜家的门突然被敲响了。敲门的声音很响，听得心里直发毛。闺蜜显然也被吓到了，脸色铁青的愣在了原地。有人吗？我是住你对面楼的，有事情找你。一个沙哑的声音透着门缝传了进来，我的心也被揪了起来，赶忙提醒闺蜜千万不要开门。听到我的话，闺蜜好像也缓了回来，壮着胆子对门外喊：“别敲了，我根本不认识你，我已经报警了。”听到闺蜜的话，门口瞬间安静了下来，没过一会儿便响起了脚步声。她应该被吓走了吧？闺蜜小声地跟我说：“真是什么人都有，你晚上别出门啊！再有人敲门你就直接报警。”
看着闺蜜似乎还心有余悸，我又陪她多聊了会儿，才挂断了电话。但不懂为什么，我隐约还是觉得不安。隔天晚上，闺蜜发来了一张自拍照。叶子，你给我买的耳钉到了，你看好看吗？我顺手点开了照片，是她站在客厅对着自己拍的。这款式真不错，果然我的眼光好。刚回复完她，我鬼使神差的又打开了她发来的照片，想再仔细放大看一下。可这一看，我顿时汗毛直立，因为就在她耳朵后面的窗帘边缘，赫然露出了半张脸，那轮廓明显是一个男人。我咽了咽口水，心如擂鼓，不停地想着接下来应该怎么办。我并不敢直接打电话给闺蜜，因为我怕告诉她，她一个女生必定会惊慌，万一被屋里的男人察觉到了，跑都来不及。想了想，我发了个消息给她，我刚好路过你的小区门口，东西有点多，你下来接我一下。我捏紧手机，相信自己这样说，她一定会立刻出门。果不其然，哇，你等等，我现在就下楼。闺蜜兴奋的语音发了过来，我顿时松了口气，紧接着我就打了报警电话。在说明情况之后，我便赶紧往她那边赶去。上了车，我又给闺蜜拨了个视频电话，看到她视频的背景已经在楼下。我刚想松口气，却发现她后面有一个戴着帽子的男人从楼洞里快速走了出来，想说出口的话顿时卡在了嗓子眼。你走快点，先去门卫，我马上就到了。一直等到她走到门卫处，我才彻底松了口气，把刚才的事跟她讲了一遍。只见闺蜜的脸肉眼可见的发白，吓得浑身发抖。直到警察来了以后，调取了相关的监控，才发现那个男人早在几天前就已经进了小区里，一直没有出来过。后与周围邻居了解情况，原来对面楼的大哥一早就发现窗帘后的异常，但又不确定，所以才上门想来跟闺蜜确认。直到警察抓到了那个男的，才知道他竟然早几天前就从闺蜜晚上忘锁的窗户上翻了进来，甚至病态似的和闺蜜同住一个屋子里。所以独居的女孩，请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睡觉之前一定要检查好门窗。我居然被绑架了！手脚传来的疼痛感让我突然清醒了过来，我发现自己正身处于一个陌生的房间，又臭又脏，斑驳泛黄的墙面上有许多暗红色的血迹。我吞了吞口水，下意识的想要站起来逃跑，却发现我的手脚都被绳子死死的捆住，而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一片卫生巾。哎呦喂，快看看这个小瞎子，大姨妈来了！要不要我帮帮你？其中一个男人不怀好意，满脸狞笑的去扯盲女的裙子，盲女无助极了，不停的闪躲，因为身体的缺陷，好几次差点跌倒，嘴上不停的哀求着：“别碰我，别碰我！”这一幕让我怒火中烧，冲过去打掉了男人拉着盲女的手，站在了盲女身前。你们干什么？光天化日欺负一个小姑娘，还要不要脸？听到我的声音，盲女摸索着握住了我的胳膊，手心中全是冷汗。看着她惊慌失措的样子，我心生怜悯，恶狠狠地盯着那两个恶心的男人。你们再不走，我就报警了！我举起了手中的手机，两人不服气的冷哼一声，随即便转头离开了。姐姐，你能带我去卫生间换个卫生巾吗？我没带。盲女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已经安全，带着哭腔说道：“别怕，我带你去。”我扶着盲女向卫生间走去，盲女紧紧拽着我的手，生怕我会反悔一般。姐姐，你真是个好人。走进卫生间，我赶忙把包里的备用卫生巾递给了她。还愣着做什么？赶紧去换了！可是下一秒，盲女突然摘掉了眼镜，一脸诡异地瞪着眼睛看着我，眼里充满了戏谑和鄙夷。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下意识地想转身逃跑，可刚走到门口，一条麻袋从天降，紧接着我便失去了意识。我咽了口水，惊慌地看向了四周，却发现周围还聚着好几个人，他们全都被绑着，表情漠然又带着些许绝望。就在这时，一个男人朝我走了过来，我拼命地冲他喊道：“你知不知道囚禁是犯法的？赶紧把我放了！”男人怪异地看了我一眼，抬手就是一耳光。抓回来的这些人属你最聒噪，一会儿就割了你的舌头。他的话音刚落，周围传来了一阵细微的惊呼，还有低气声。我被打得头晕目眩，心里怕得要死，不敢再和他硬碰硬，只能放低姿态祈求说：“放过我吧，求求你了！”闭嘴！男人再次扬起了胳膊，我认怂地闭紧了嘴巴。男人见我瑟瑟发抖，狠狠地啐了一口，扬长而去。走了几步，他猛地停下来，对着房间里的人发狠：“别耍花花肠子啊，要不然有你们好看！”房间里的人满脸惊恐，身体下意识地往后挪，仿佛面对的不是人，而是魔鬼。男人离开后，我紧紧抱着自己哭泣着。唉，旁边传来了一声叹息：“进来了这个地方，就别再想着出去了。”我抬眼望去，一个满脸灰色的中年女人压低声音说：“你们都是被拐来的吗？”大家不约而同地点了点头。我也是因为好心帮孕妇拎东西，结果被骗了。中年女人愤愤不平：“有个大爷跌倒了，我好心扶了一把，结果被他子女碰瓷儿，非得要去医院。我刚上车就被打晕了。”我吓得脸色煞白，牙齿不停地打颤。他们
们要把我们送去哪里？年轻一点的送去缅甸诈骗，上了年纪的打断手脚，割了舌头，做乞丐行骗。中年女人的话让我头皮一阵阵发麻，这个鬼地方太恐怖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离开。我们得逃出去，不能在这里坐以待毙。我颤抖着说完，便挣扎着站了起来，费力挪到了门边，用力地压下了门把手，可是门怎么也打不开。你想出去吗？一道戏谑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我吓得愣在了原地，余光瞟向了身侧，只见一个男人面目狰狞地看着我，咚的一声，我被他重重地摔在了墙角。既然你这么不听话，那下一个就是你了。我眼神恍惚，突然感觉头皮一麻，他拽着我的头发便往外走去，我满脸泪水不停地小声求饶。一阵砸门声传了过来，我感觉到头皮一松，随即倒在了地上。恍惚间，我看到了一群人出现在了我的面前。不许动！不许动！举起手来！善良是美好的品质，但不是坏人伤害你的帮凶。你可以善良，但要带着锋芒。我从没想过只是送个快递，险些把命给搭上。我是一名快递员，今天是我上岗第一天，负责的区域叫马吉小区。而奇怪的是，这个小区只有一栋大楼，小区保卫室门口挂着一张醒目的快递员守则，虽然已经泛黄，字迹却格外醒目，猛地看过去，透着几分诡异。马吉小区一共有6层，没有第7层。405住户是一个小女孩，她喜欢童谣，想要安全地离开她家，记得唱童谣给她听。502的孕妇是个奇葩，喜欢开玩笑，千万不要进她的家。601的老人患有老年痴呆，不要相信他说的话。快递员送快递时尽量不要发出声音，请保持安静。6在楼道里碰见住户，不要主动和他搭讪，更不要收他的任何东西。我默念了几遍守则，打算认真遵守，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我不想被投诉，更不想被炒鱿鱼。你就不好奇1至3楼需要遵守什么规则吗？低沉的声音猛地在我身后响起，吓得我一个机灵，猛地转过头去，面前是一位慈眉善目的光头大叔，他穿着一身灰色保安制服。你好啊，姑娘。他热情地给我打招呼。大叔你好。我冲他笑了笑。咱们这1到3楼被一个杀猪匠给买下来了，做了肉食品加工厂，工厂平时很忙，没时间收快递。保安解释说，大概是保安的话给了我心理暗示，我总觉得周围弥漫着一股血腥味。今天的快递是一部手机，收件人是6楼的孙广才。我拿着快递快步走进楼道里，楼道的光线很暗，我打开了手电筒，光亮下的楼道破烂不堪，扑面而来的是潮湿气息和腐烂的味道。这样的环境真的能住人吗？我有些胆怯，突然间，一只老鼠大摇大摆地从我的面前跑过，我吓得魂都要没了，跳着脚刚打算尖叫，猛地想起了快递员送快递时尽量不要发出声音，请保持安静这条规则，害怕触犯规则会受到惩罚。我使劲捂着嘴巴，直到尖叫从嗓子里滑回胸腔，我的脸憋得通红，委屈地抹了抹脸上的泪水，重重地叹了一口气，走到3楼拐角处，迎面走来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，他看到我先是一愣，随即翘了翘嘴角，真有这么热吗？看你跑得满头大汗。男人充满磁性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，正打算开口搭话，第6条规则浮现在我的眼前，在楼道里碰见住户，不要主动和他搭讪，更不要收他的任何东西。我尴尬地冲他笑了笑，身子向旁边靠了靠，给男人让出一条路。男人又瞄了我一眼，递了一条白色手帕过来，擦擦汗吧。我社死地摇了摇头，然后上了楼。隐约间，我听到男人的笑声，他说我们还会再见面。我一口气冲到了6楼，601的门口放着2袋垃圾，里面有纸尿裤，还有些剩菜剩饭。他家里有小孩子。我支棱着耳朵听了听，并没有听到小孩的啼哭，或者说整个小区都陷入诡异的寂静中。突然间，门被打开了，我吓得一个哆嗦，赶紧后退2步。开门的是个老头，刚刚是秋季，他竟穿了件羽绒服，头上还戴着毛线帽，眼睛浑浊地看着我。送快递的？是的，麻烦你签收一下。我将快递盒递给他。是纸尿裤吗？他眼神直勾勾地盯着我。是部手机，我诚实地回答。老头冷哼一声，谁说我要买手机？我要买的是纸尿裤，我孙女要用纸尿裤。他用力地晃着快递盒，生气地吼着。我屏住呼吸，蹑手蹑脚地靠近楼梯，准备开溜，生怕老头会迁怒于我。眼神不经意瞄到屋子里，我意外看到了老头的小孙女，她躺在沙发上，穿着一条纸尿裤，不哭也不闹，因为她是个塑料人偶。第4条规则说的果然没错，老头就是有老年痴呆，他的话不能相信。丫丫不哭，爷爷回来了。老头扭头进了屋，小心翼翼地抱起人偶娃娃。我终于看清了他的脸，隐约间他竟然冲我眨了眨眼，我吓得腿有些软，一个踉跄差点从楼梯栽下去。我终于走到了楼门口，外面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，小区地面湿哒哒的，我的脚下一滑，一屁股坐在地上沾了一手泥。我赶紧掏出纸巾擦擦，看到纸上泥水的颜色，我一下子傻眼了，竟然是殷红色，还带着甜腥味。这是什么鬼地方？本姑娘再也不来了。
想到之前邪门的经历，我忍不住咒骂了一句：“你说什么？”我一回头，正对上保安阴郁的脸，他的神情严肃到恐怖，我有些害怕，下意识地舔了舔发干的唇。下一秒，他嘴角咧开，露出灿烂的微笑。你刚才的话可不能乱说。他把那把黑漆漆的伞举到我的面前，我一头雾水，他变脸怎么比翻书还快？给你看的好东西。保安快步走到保安室门口，将快递员手则翻了过来，背面写着：一旦成为马吉小区的快递员，不能中途反悔，除非公司倒闭或者死亡。我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，心里飙了无数脏话。难道我的命就要撂在这里了吗？一旦成为马吉小区的快递员，不能中途反悔，除非公司倒闭或者死亡。我的眉头拧成了一个川字，难道我的命就撂到这里了吗？我气鼓鼓地上了3轮车，冒雨离开了这个鬼地方。很快，马吉小区迎来了第2个快递，心情沉重地来到马吉小区，保安熟稔地和我打招呼，我冲他强颜欢笑了一下。这时我的电话突然响起，是502的业主，一个冰冷的女声缓慢传来：“我的快递到了吗？”“哎，到了，这就给您送上去。”说着一路狂奔来到5楼，我小心翼翼地叩响502的房门，门里突然传来了几声小孩子凄厉的啼哭声，接着是死一般寂静，只能听到我扑通扑通的心跳声。我遏制住逃跑的冲动，等待着对方来开门。不久，一个叼着烟卷的女人开了门，她面色枯黄，挺着一个圆滚滚的肚子，孕妇竟然抽烟。下次麻利点，别耽误了我正事，这奶粉可重要的很呢。他麻利地签了字，严肃地对我说：“好的。”我爽快地答应。你猜我肚子里的是男孩女孩？女人突然转移话题：“不管是什么，都和老大做个伴儿。”想到刚才孩子的哭声，我灵机一动说：“我这是第1胎。”那刚才孩子的哭声哪有什么哭声？女人粗暴地打断我的话：“难道是幻听吗？不可能，这个小区处处透着古怪。”我的神经又一次绷紧。女人关门的刹那，她的表情突然僵住，2条腿开始疯狂颤抖，嘴里发出刺耳的尖叫和哭喊。我吓得面色苍白，问她到底怎么了。我要生了。女人终于吐出一句完整的话，她的话让我的脑子瞬间短路，几秒钟才缓过神。我赶紧扶住她，想让她回床上躺着，可是一只脚刚迈进房门，猛地想起那条规则：千万不要进孕妇的家。咽了一下口水说：“你别着急，我这就打120。”我掏出手机，女人却死死地拉住了我的胳膊。来不及了，她艰难地说。女人的肚子诡异地抖动起来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用力挣扎。她突然转过身去，背对着我，从肚子里掏出什么东西，然后举到我的面前。我吓得目瞪口呆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女人突然爆笑起来：“你真是个怂货，这是假的！”她随手把这个孩子扔在我的脚下，我惊恐地向后挪了挪，那孩子并没有哭。我定睛一看，才发现这娃娃和那老头的孙女是同款。再看女人，她的肚子依旧高高的隆起。你果然是个奇葩。我厌烦地丢下这一句，挣扎着爬起来，猛地冲下楼去，站在大门口，我剧烈喘着粗气。保安眯着眼睛，疑惑地看我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我抬头看着这栋马吉小区，绝望地流下了眼泪。刚刚突然多了个快递，是4楼的，你再送一趟吧。保安将快递扔给我，我惊魂未定，直接用手挡了出去。快递哐当一下落在地上，快递盒里响起了诡异的儿歌。这是什么鬼东西？我干嘛要做快递员？我后悔万分，惊慌失措地说。事实上，我也记不清自己为什么是快递员，也记不清自己为什么会送马吉小区的快递，仿佛从我有了记忆开始，就已经有了这个身份。这个快递我不送了。保安大叔没有回应，只静静地看着我。我一步一步往外走，在走到小区门口时，突然停住，接着是猛烈的颤抖，砰的一声，我跪倒在地，疼痛难忍，根本没有办法再往前一步，直到保安把我拖了回去，身体才渐渐恢复。这难道是不送快递的惩罚吗？仿佛过了1个小时，直到疼痛慢慢消退，我才晃晃悠悠地站起来。保安大叔把快递踢到我的脚边，4楼的。我嘴唇不受控制的哆嗦，两眼一闭心一横。4楼喜欢什么来着？你说什么？保安一脸疑惑。我平稳呼吸，拿起快递后往楼道走去，嘴里还在默默背着规则。走到4楼楼梯口，寂静的走廊里突然传来了稚嫩的歌声，我忽然心头一跳，这歌刚刚听过，是快递盒里播放的音乐。小心翼翼地走进黑漆漆的走廊，在405门口停住了脚步，伴着我的敲门声，歌声戛然而止。一个面色苍白的小女孩打开房门，她的眼睛如同琉璃球般晶莹剔透，嘴角向下微抿。姐姐，你是来送快递的吗？小女孩胆怯地问。我点了点头，将快递盒递给她。这是你的快递，麻烦签收一下。姐姐，进来坐会儿吧。小女孩说着拉起我的手，她的手很温暖，
让我稍微安心一些。我不自觉地迈开了步子。小女孩签好字后，打开快递盒。当她把娃娃拿出来后，我的神经再次绷紧，猛地站起身。这个娃娃和502女人手上的一模一样。小女孩冲着娃娃的脸亲了一口，邪魅一笑，伸手将娃娃的脑袋转了过来。接着那诡异的儿歌再次传来。我的头皮一阵发麻，惊得瞪大眼睛。隐约间，我看到那个人偶的嘴巴一张一合，我吞了一下口水。小女孩面无表情，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一动不动。你是想要离开我家吗？小女孩的声音很低沉，仿佛从地底下钻出来一般，透着哀怨。可是你还没有给我唱童谣。看着她的眼神，我想逃跑，却根本挪不动步。405的住户是个小女孩，她喜欢童谣，想要安全地离开她家，记得唱童谣给她听。我想起女孩喜欢童谣的这条规则，尝试着哼唱着一首儿时的童谣。小女孩再次暴躁，这是垃圾。我吓得冷汗直冒，赶紧换了另一首童谣。也不对。女孩烦躁地揉着脑袋，下一秒一缕头发被她扯了下来。我终于支撑不住，崩溃的尖叫，一巴掌拍在女孩的脸上，夺门而去。你还没有给我唱童谣。女孩在身后追着我，慌乱中，不远处的房门打开，一个男人朝我摆手，快过来。女孩在身后追着我，慌乱中，不远处的房门打开，一个男人朝我摆手，快过来！竟然是他。第一次送快递时遇到的男人，他的出现宛若一根救命稻草。我手脚并用地朝他的方向奔去，待我躲进他的房间，他把门锁上，隔绝一切，我才松了口气，瘫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。那个女孩很可怕吧？男人递过来一杯水，我接过放在手上，犹豫了一下没有喝，只点点头。他看了一眼笑笑，这水没问题的。男人的话让我稍微松懈了一些，把水放在嘴边抿了一小口，水的甘甜让我更口渴，我忍不住多喝了几口，身体的疲倦感驱散了许多。你们小区该怎么出去啊？也许真的是走投无路，我只好问面前的男人。男人皱眉，走出去啊？你是被那个女孩吓到的吧？别害怕，她很可怜的，她的妈妈住在5楼，生了她却不要她，还天天家暴，所以她就心理扭曲了。对了，你给我爸送手机了吗？男人笑容满面的拍了拍我肩膀，麻烦了，我爸的病时好时坏的。原来他是6楼那个老爷爷的儿子。我稍微松懈了一些，听着门外已经没有任何响动了，我摸了把脸，叹气道：真是麻烦你了，我得走了。心想着我得赶快离开这个鬼地方，就算疼死在小区门口，我也不想再踏进来一步。刚站起身，我眼前突然天旋地转，眼皮沉重万分。最后的画面停留在男人诡谲地看着我笑，倒下的一瞬间，我蓦地想起那2条规则：快递员送快递时，尽量不要发出声音，请保持安静。在楼道里碰见住户，不要主动和他搭讪，更不要收他的任何东西。我醒来时，周围黑漆漆的，头还晕乎乎的感觉，浑身酸痛，像是血液流畅不通一样。我想起身，却发现自己动弹不得，我竟然被男人用绳子捆在椅子上。这时房门被推开了，紧接着屋内一片光明。我眯起眼睛，看到男人笑着向我走来，他坐在我对面，翘着2郎腿，血笑的眼神注视着我。这么细皮嫩肉，真的有点可惜呀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抓我？我不敢看他，弱弱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。他歪头眯着眼，又说了一句我始料未及的话：你猜一下，楼下肉食品加工厂的原料是什么？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我陡然瞪大了眼睛，冷汗打湿了我的衣衫。难道我真的要死在这个鬼地方了吗？我们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？我颤抖着声音问他。这是你的命，你逃不掉的。男人突然扼住我的脖子，他力气大的几乎要把我的脖子拧断。突然间，外面传来女人的惨叫声，男人猛地收回手，脸上扬起了笑意，挑了挑眉说：你很快就不会孤单了。屋子里再次陷入了静寂，外面传来了噼里啪啦的响动和男人的咒骂声。理智告诉我不能坐以待毙，这里的人一定有问题，或者说这里的人还是人吗？我开始四下寻找能解救自己的工具，意外的在角落里发现了一把杀猪刀。我拼尽全力向一边倾斜，然后连人带椅子倒在地上。我咬着牙让身体带着椅子挪动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终于汗流浃背的来到了杀猪刀的跟前，随后又用嘴将刀叼起来。刀背上的腥臭味差点让我吐了出来，可是为了活下去，我咬紧牙关。我的口腔里很快全是血腥味，担心男人随时都会回来，我不敢有1秒的停歇。绳子终于被我割断，重新恢复自由的我泪流满面。猛然间，我听到门把手转动的声音，是他回来了。我急忙将椅子扶起来，把绳子假装捆在身上，然后双眼紧闭。男人进屋看到我的模样，不禁自言自语：不会是死了吧？这肉就不新鲜了。说着，男人蹲下来，把手指凑到我鼻子前来探我的气息。就是现在，我举起杀猪刀，猛地砍了下去。男人发出尖利的叫声，他捂着脖子上的伤口，痛苦的一头栽在地上。我心惊胆战地往后退了一步，接着迅速朝门口跑去。我要活着，我要活着离开这个鬼地方。
楼道里一片漆黑，手机不知道被我丢在了哪里，我只能摸着墙踉跄地往下跑，心脏紧张的要跳出胸膛。跑着跑着，我仿佛看到了楼口的光亮，突然间，一个人拦住了我的去路，他的手上提着一根木棍，是那个保安大叔，他正凶神恶煞地看着我。大叔，我结结巴巴地喊了一句，和他保持了一段距离。没想到你还有点本事，折腾了这么久还能活着走出来。他扭了扭脖子，双手举起了木棍，我不能死。我将脑袋歪到一边，木棍扑了个空，重重砸在墙上，发出沉闷的响声。保安忍不住咒骂了一句。趁着他放松警惕时，我扭头拼命往楼上跑，一边跑一边背着规则：马吉小区一共有6层，没有第7层，没有第7层，难道是7楼？保安的狞笑声响彻整个楼栋，那笑声离我越来越近。我用尽全力奔跑，4楼、5楼、6楼、7楼，果然有7楼。7楼只有一个木门，门缝里透出了温暖的光亮，保安已经近在咫尺。我跑向7楼，伸手铺开木门，阳光打在我的脸上。我努力睁开眼睛，入眼的是我的卧室。难道之前发生的种种只是一个梦？我摸了摸自己的身体，依旧健全，随后又抬手在胳膊上掐了一下，痛感让我险些喊出来。不经意抬眼时，床头的娃娃正歪着头看我，这娃娃和我梦里的一模一样，我心里有些不舒服，伸手将它塞进抽屉里。就在我回想着刚才那逼真的梦时，手机铃声倏地响起。女士，你好，经过公司筛选决定，你被录用了，下午就可以直接上岗。这通电话让我像打了鸡血一样，兴奋得不能自已。我兴冲冲地办理了入职。快递站长将一个包裹直接递到了我的手里，我低头一看，2只眼睛差点吓得掉出来。地址是马吉小区601，收件人是孙广才。